那女子兜帽掉下，顿时大怒，只见其周身绽放刺眼光芒，其修为也是随之增强，连续突破2重，其修为已从1品真神提升到了3品真神的境界。修为提升的同时，女子的攻势再度发动，这一拳直奔宇文言日的面门。但与此同时，宇文言日的修为也随之提升，同样达到了3品真神的地步，不仅顺势躲过女子的一拳，更是转身便是一记鞭腿，便冲着女子的脖子抽了过去。可女子显然被激怒了，没有选择继续近身缠斗，而是体内传来一声咆哮，一只武力猛兽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。他动用了武技，但宇文言日却早有准备，与半空转变动作，收回了抽出去的鞭腿，反而转身一掌，便使那武力猛兽在其面前飞灰烟灭。只见其掌心散发着热浪，他同样动用了武技，可伴随武力肆虐，女子的武技接连施展而出，可无一例外都是被宇文言日轻松化解。宇文兄好强啊！楚风双眼微眯，原本是打算劝架的他，此刻则是对这场战斗更感兴趣。他很想看看这2位的极限究竟在哪里，尤其是宇文言日那样近距离的交战，武技的施展可谓是占据极大优势。简单的说，他们这种修为，近距离交战下，谁先施展武技，谁便占优。可宇文言日皆是全部接下，看似被动，实则应对的很是轻松。但是伴随2人交战的越来越激烈，纵使楚风动用天眼，也是难以捕捉具体交战细节。事实上，也就是楚风，换做其他人，根本不可能在楚风这种境界看这种级别的热闹。但眼下楚风看着也是有些费劲了，他总不能为了看热闹，使用血脉技强行提升修为吧。总之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是担心那2位将对方伤到，于是只得现身开口：“2位发生何事？如此大的敌意啊！”而楚风这一开口，自然立刻引起那2位的注意。宇文言日立刻退出战圈，来到了楚风的身旁。楚风兄，尽管宇文言日还头戴兜帽，但楚风能够感受到宇文言日的热情。至于那名女子，也不再发动攻势，而是打量起楚风。从她的眼神中，楚风能够判断出，相比于他爹，他应该是认得楚风的。楚风兄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你们祖有天河的事我听说了，见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宇文言日道：“是啊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”宇文兄，你与那位姑娘为何动手啊？楚风问。抢一件东西。宇文言日说话间，掌心摸向乾坤袋，原来是一只发光的蝴蝶。楚风握在手中，认真观察。抢它做什么？你们是觉得它能指引你们找到那出口？楚风很快便猜到了他们抢夺此物的原因。是。宇文言日点头，这是一种迷惑的手段，乃是结界之力所化，但无法帮你们找到妖兽所在的位置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看向女子：“姑娘，没必要因为这样一件物品便如此大动干戈吧？你想要便给你。”话音落下，楚风手指一弹，便将光芒蝴蝶送到了女子面前。女子顺势接下，但并未仔细观看，而是看向楚风：“不用便给我，没这个意思，只是咱们相聚在一起，也算特别的缘分。毕竟多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强，对吧？我若没猜错，姑娘姓赵吧？”楚风此话一出，女子眼神立刻就变了：“你怎知道？你爹叫赵老八，对吗？”楚风道。可楚风此话一出，那女子的眼神先是变得迷茫，但很快怒火涌现：“你在拿我逗趣吗？你爹才叫赵老八！”话罢，女子手腕一翻，竟出现一把金色的巨剑。此剑比女子还要大上3倍。最重要的是，此剑一出，女子的气势比之前更为恐慌。她还没有出手，一道恐怖的威势却横扫而来。但宇文言日只是随手一挥，那道威势便散去。再蛮不讲理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宇文言日凝声说道。相比于先前，他此时更为愤怒。相比于对自己出手，他似乎更加在乎这女子对楚风出手，是他戏弄我。女子依旧怒气满满，恶狠狠地看着楚风：“姑娘，是有误会吧？你看一下，这位是不是你父亲啊？”楚风大袖一挥，结界之力随之浮现，但很快凝聚到一起，一道身影便出现在其身旁，那正是赵老八的模样。看到赵老八，女子明显眼中怒火减少，但同时更加迷茫。“你见过我父亲？”这一次是暗中传音，只有楚风能够听到。就在刚刚见过的。你父亲还给我看了你的画像，所以我才知道你是他的女儿。但为何我说你父亲名字，你如此动怒？莫非这名字是假的？”楚风问。女子点了点头，可能也有些过意不起，于是收起了金色巨剑后低声道：“刚刚抱歉，无碍。那不知姑娘尊姓大名，最好是真名。”楚风笑道。女子沉思片刻，还是说道：“赵竹英。赵姑娘，我叫。”楚风话未说完，赵竹英便道：“楚风，我听过你。”如楚风所料，赵竹英果然听闻过楚风。“宇文兄，是否介意与这位姑娘同行？”楚风看向宇文言日。“不介意。”宇文言日道。“好。”宇文兄，赵姑娘，咱们3人现在既是统一战线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知道那妖兽所在的位置，但那妖兽的修为不弱，乃是4品真神，所以我想知道你们2个现在能否对付4品真神的妖兽？”楚风问道。“可以。”2位同时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并不意外，他先前就察觉到修为提升到3品真神还不是他们的底牌，毕竟这种实力的天才能够提升3品修为倒也正常。果然被楚风猜对了，一切皆有缘由。
4品真神的妖兽也是有原因的，其实是为这两位准备的。